有时候就觉得现在的现代人他都是一个头很大，然后四肢很孱弱的状态，就大家都是这么病态的去佝偻在一个写字间，然后去生活，然后他非常的不快乐，他非常的不开心。大家会觉得玩儿、运动和工作，或者说认真的活着是三件事情，但有没有可能这三件事情其实是同一件事情呢？就是应该玩起来，而且要玩的透彻，玩的彻底，你要投入你的全身心去玩。今天是凌晨电台版本，现在我这边的时间是凌晨的1点42分。有一段时间没有更新了，如果非要说原因的话呢，除了事情总是很忙，以及状态总是不对，总是觉得很累，心情的情绪总是不高，这些常见的阻碍我产出的原因之外呢，还有一个比较正经的原因，就是我感觉到好像在度过某种失语症的阶段。那是一种语言这种框架作为一种我生活中很重要的工具和我赖以生存的方式和方法，它忽然全方位的下线了。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很难解释这种情况为什么会出现。它就有点像你很赖以生存的手机，可能每3分钟、5分钟要查看一下，然后忽然它可能要迎来某次升级更新，所以在它升级更新的那10多分钟中，整个手机是瘫痪的状态，然后直到它经历过一次更新，再次上线之前，你不能和它做任何的互动。我的身体内好像正在经历这样的变化和阶段，我并不能很好的去描述到底为什么会发生，以及它在发生什么。但是我知道的是，在这段时间我不能很好的去调动我的语言。我变得很沉默，但是这种沉默不是因为我抑郁的状态让我没有办法说话，或者是说我对自己过度的沮丧，这都是原因之一，但是它不是我会进入这个阶段的全部原因。我认为这种沉默它是好的，它从之前那种喧嚣的、很强烈的输出的状态，变成了一种可能更智慧的一种观看者的角色。在说什么东西之前，我都有了一种再看看、再了解一下的感觉。这个对于我来说，其实在以前的生活中从来都没有发生过，因为从小到大我都非常非常的依赖语言和文字，依赖到一个什么程度呢？就是有的时候感觉到我自己好像进入一种有点解离的状态，或者我不是我的时候，我就会在我熟悉的书籍、熟悉的文字那里重新找到自己。然后有的时候在上课的时候，我好像也会经历一些解离的阶段，我就会在草稿纸上开始写日记，写下我此刻的感受和我的一些凌乱的想法，但是单单这样做就已经能把我带回我自己的身体和我的自体感受多一些。而且在成长过程中，我好像也一直在用语言构建我的身份认同，它是我和外界去建立连接的很重要的主要的一个方式。如果没有了语言，我真的不知道自己还会是谁，或者说自己会在成长的过程中变成怎么样一个青少年。所以我很感谢他，但是我也很依赖他，而且这种依赖感好像还是有一点羞耻，所以好像我一直在希望我对语言的这种依赖能够更加的正当，能够更加的被所有人所认同。我会很希望把写作，或者是说我现在正在做的这件事情，用语言输出，变成一个工作，变成一个我可以赖以生存的方式，这样我就可以和语言正大光明的、没有羞耻感的永永远远在一起了。但是当我很好的开始运用这个工具，或者说我们的关系其实到了一个更自洽、没有那么磨损的时候，它就好像突然退到了幕后。也有可能是因为生活中有了更多的能承接我的东西，我有了更多的安全感，所以一直作为我的防御手段在保护着我的语言，现在可以暂时的退居幕后了。
所以沉默的状态和失语症的状态对于我来说是一个新的体验和新的阶段，但是我没有不舒服，我反而觉得这种体验挺新奇的，就好像我自己也想等等看会发生些什么。刚才的这段话既是我对大家的一种解释吧，也是我对自己的状态的一个概括。其实我之前很难意识到说做博主这件事情到底有什么压力，我会觉得那些在抱怨的人很不痛不痒的，就是你不用上班，你整天只是对着麦克风或者对着照相机说说话，然后就会有人喜欢你，就会有人吸引你，大家就被你吸引，大家都会觉得你说的好有道理，或者你好有魅力。就是你好像一个篝火一样，大家都围着你，这怎么会是不幸福的事情呢？怎么会让人感觉到抱怨呢？但其实我自己感受过之后，还是会能够理解为什么做博主这件事会是有压力和会是有负担的。就是这个，如果说把它作为职业的话，它伴随而来的那些好的东西的下面还有什么东西？其中一样可能就是会有一种无处不在的压力和责任感吧。就是你会有一种压力，好像需要把你更多的呈现在公众面前，而当你想要去把你的一部分给隐藏起来，给躲开公众的视线的时候，好像会有一种天生的羞愧感和内疚感。我很难解释这种心理到底是什么形成的，但是我逐渐觉得这好像就是一种现状，就是一个人他是不可能把自己24小时或者100%的都袒露在人前的。我对于那些能把自己袒露到一个很大面积的人，其实我感觉挺羡慕，而且挺佩服的。但是对于我自己来说，要做到这样其实有困难的，这就会涉及到你的阴影面和你的公众面，他们会怎么样去发生一些交融或者矛盾，他们彼此之间怎么样协调合作。就像我这段时间没有更新，但是我的内心其实也一直有在和我的公众面去沟通，就是好像我还是能够隐隐感受到一种来自我的公众面的对我内在的一些期待和要求，而这也触发了我需要更好的去调节这两者之间的关系。在失语症的这个期间呢，我跟语言的接触少了很多，我自己的独白或者说语言上的产出也都少了很多。本来作为一个语言向为主的博主，我应该是比较强输出的状态，但是我这次真的很特殊的，大概有1个多月、2个多月都没有在一种很强输出的状态。我和文字，我和书本其实也建立起了某种距离，就等于说其实我给我的生活腾出了一点空间，一些真空。也可能是因为之前我用这些我过于熟悉的事物把我自己填得太满了，就会让我感觉到有一点疲惫和拥挤。就好像如果我余下的生活都做这件事情的话，好像也还不错，但是好像又缺少了一点什么东西。好像有点枯燥和乏味，好像这些文字变成了牢笼，把我关起来了，而不是让我变得更自由。前一段时间确实有这种感觉，然后我可能自己也会觉得我需要调整，所以我在生活中，腾出了更多的空间，先把它变成空白的，然后看看什么东西会进来吧。我的头脑也放空了，思想本来也是我很赖以生存、非常依赖的东西。我很骄傲，我是一个能思考的生物。我很骄傲，我能够思考，而且我能够用我的嘴巴把我思考的一些大家能够认可的一些结果去输出。但是随着语言的消退，好像思想也像一个大臣一样，非常恭敬地跟随着他退到了幕后。当语言和大脑都退休了之后，身体好像就开始说，那是不是现在可以让我去发挥发挥我的地位？其实挺有意思的，就是我觉得中国是一个很重视头脑和语言的地方，但是我们的身体大部分都是在一种落后和停滞的状态，或者是说没有被开发和探索的状态。
这种情况其实也会导致很多的国人他和自己的情绪和自己的感受脱节，因为思想是没有办法代替感受和情绪的。一个思想一个信念再强大，你还是有它到达不了的地方，有一些地方你只能够通过自己的感受和情感去到达。而如果你的身体是在一个僵硬的状态，是在一个被封存的状态的话，那其实只靠头脑生活的人也会像被局限在一个头脑的囚牢里面，就是头脑给你创造了一个安全的环境，但是同时它也把你囚禁在其中。这个可能也是我不想做到的吧。有的时候我看了太多书之后，我就会有一种疲倦感，觉得这样的理论那样的理论，这个作者那个作者好像在爬一座塔，无穷无尽的塔。但是荒谬的地方在于，会不会我们其实根本不用爬一座塔，会不会这个世界根本不是由塔造成的，会不会你脱离开这个塔之后，你才能看到新鲜的东西。我开始对身体的东西关注，是因为其实随着我自己的自我治愈的道路的恢复，我的身体的感觉也在慢慢的恢复，或者说在我寻求一种解决方法的时候，就有被很多的大师提醒说，其实头脑或者说你认为正确的东西，它其实也只是很有限的方法之一。如果你想真正的获得某种治愈，某种活在当下的感觉的话，你需要和你的身体重新去建立连接，你需要把你的感受重新激活。然后就是我有读到一些跟身体就身心相关的一些书吧，就是其实人的心理和人的身体是非常非常紧密连接的。比如说之前我们读到的关于 ADHD 的那几本书，作者其实就在书中有强调很多关于身体训练的部分。虽然说心理咨询也能给 ADHD 人带来一些宽慰，比如说他们对于生活混乱的整理和他们对自己的自我谅解和接纳，但是要动起来，身体要去感受，要去运动起来，才对 ADHD 人来说是更为关键的。然后我在那个视频里面其实也有提到，就是那个 Part 2 ADHD 人的自我恢复的方法里面也提到说，运动是非常非常关键的一环，因为它能够修复你身体内的平衡系统，而这个平衡系统其实在你的决策，在你对于自我内在的状态的调控上面也是至关紧要的。那怎么修复呢？通过嘴巴说，通过脑子想是做不到的，你必须得去动起来，你要去运动，你要去参与各种各样的，无论是对抗性的运动还是独自的运动都好，游泳啊，球赛啊，你需要去真正的投入生活，才能够得到某种治愈。或者说人其实归根结底并不需要什么良药或者良医，如果他能够真正的处于当下，能够真正的和万事万物围绕在他身边的自然也好，重力也好，物理性也好，如果你能跟你身边的一个球去建立一种比较和谐的关系，其实这种关系本身它也在治愈你。一切都是关于深度关系的，而不是关于在一个遥远的地方有一个正确的答案。对，然后它可能也验证了我的这种感觉吧。然后接着我又对创伤进行了一系列的研究，因为我们在聊到原生家庭，聊到 CPTSD 的时候，我们不可避免的会触及到创伤的这个问题，但是其实关于创伤好像市面上一直没有一个很清晰的要怎么样去做的方法。大家好像聊到 CPTSD， 聊到原生家庭问题，大家就停在那边了，就是大家就看着说一个烂摊子太糟糕了，然后不知道该怎么往下走，不知道怎么办。所以我就去读了一些跟创伤有关的书籍，然后其实其中呢很多都指向了说，其实感觉的恢复比语言和咨询，比如说对话的这种疗愈会更有效。因为创伤是一种身体的记忆，它影响到了是你的神经系统，那神经系统是语言之外的东西，它是你人，就是它是你人更为本能的一个部分。如果你的神经系统因为创伤受损，你只是告诉自己说别害怕，或者说我希望我的免疫系统能够正常起来，或者我吃一些药，
它都只是边缘性的改善。如果你要真正的去修复你的神经系统的问题的话，你需要去治愈和纠正的是你的感受。如果你曾经遭遇创伤，你对于世界的感受都会有所变化，你会觉得整个世界还是危机四伏的，还是一触即发的，还是危险的，你随时会在一种作战或者逃跑或者僵硬的状态。就好像那个预言说的，说一朝被蛇咬，10年怕井绳。所有患 PTSD 的人其实都有这样的问题，这就是神经系统的问题，就是它是很内在很深刻的东西。创伤改变的不仅仅是你的记忆，或者你是一个怎么样的人，你的人际关系，它是全方面的改变了一个人的生存状态。而能够改善生存状态的方法，也必须要从感受的方面去调整。那其实运动和一些身体方面的疗愈能够很好的去改善你的身体状态，因为运动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呼吸和放松。身体其实最喜欢的就是充足的水、阳光，然后放松和足够的空气，对吧？就呼吸嘛。当你给了身体这一些东西之后，还有营养加上这些东西之后，它很难就是说不开心。当然就是长时间的抑郁或者焦虑，或者是说神经系统出了问题，那是另外的一回事哈。但是如果你能够做到完全的放松和很好的呼吸的话，按道理来说，你的身体它其实是会进行一个自我调整和自我疗愈的过程。很多的所谓的疗法其实也只是促进你自己进入这种积极的循环。有很多本书其实都在强调说，针对创伤，运动其实很重要，运动和放松都非常的重要。所以偏向创伤的疗愈方法，大家也都会推荐说你去做某种相对来说没有那么激烈的运动，比如说太极冥想瑜伽它都是有帮助的。或者说你养成习惯经常去登山，不是特别激烈的登山，而是你感受到自己的状态，你感受到自己均匀的呼吸，那就是有帮助的。另外跟运动有一点的很关键的是韵律和节律，这个稍微有点深入了，我想想怎么讲会比较好就是其实所有受创伤的人，他都会被带出一种生活的正常的状态，他可能日夜颠倒，或者说他甚至3餐都不能定时，他失去了一种日常的感觉，就是每一天对他来说可能都是激烈的或者非日常的，他不再有那种就是现世安好的感觉。那现世安好的感觉是什么呢？其实就是晨起日落，就是身体内在的像潮水一样的升和降。比如说如果你有观察过自己内在的那种系统的话，它其实就有点像音量的波条一样，它有一个波动和浮动的这样的一个起伏，它最终带来的就是有一种像海浪一样的韵律。被严重创伤的人，他内心的这种韵律其实是被打破的，无论是他的血糖也好，还是他的激素的状态也好，还是他的压力指数也好，是被打破的。就是他这种海浪已经失去了他原本的那种舒缓的那种舒服的波纹，它变成了一种很剧烈的，突然很高突然很低，或者有的时候完全是超低迷的状态。那这样人就会生病，人就会不舒服，他外在看起来一个人就是很紧绷的，然后他可能也会有各种身体和躯体上的问题，这一系列它都是联系在一起的。而你通过运动也好，或者是你通过某种练习也好，比如说我发现练乐器或者是唱歌，就任何跟你的身体，你需要调动你的身体去做的事情，它其实都是在找回你和大自然，你和这个世界之间的那种自然而然的韵律。而那个韵律其实本身就藏在你的身体里面，你只是需要通过一些方法和手段重新把那个韵律和节律给找回来。比如说冥想，它就是一种你有意识的最直接的去调整你的呼吸的一种方法。然后我还想起来，我不是说我在22年的时候，我的生活发生了一个比较大的转变嘛，就当时在6月份的时候，我感觉到非常的疲惫，人际关系上的疲惫，工作的疲惫，然后身体上的疲惫，都在告诉我说我走不下去了。
但是我当时其实没有任何的办法，我也不知道我应该怎么做。但是我就觉得好，那我听从我的直觉和我的身体的召唤吧。我的身体在说我累了，OK，那我就让他休息。所以我就辞掉了工作，然后在家待着。我也不知道我该干什么，我每天就是睡觉、吃饭、睡觉、吃饭，什么都不干，然后心情也不是很好，就很难有人在那种情况下心情很好吧。然后忽然有一天，就过了1个多月之后，忽然有一天我有一种灵感，我说我想拉大提琴。因为我听到大提琴的那个声音，我的身体会有一种感觉，就是有一种冲动和一种悸动，然后我的手有点痒，我想去摸那个东西，我就会产生这种感觉，然后那种渴望还非常的清晰。然后过了2、3天之后，我觉得好，那我抓住这个渴望吧，我就买一台大提琴好了。然后我在此之前从来没有接触过任何跟大提琴有关的知识，我也只是就是非常门外汉的，只听过几首大家都熟知的那个大提琴的演奏的乐曲。我也听一些人说过它很难怎么之类的，但是我没想那么多，我当时只是觉得我好想听到大提琴的声音，而且我希望是我自己让它发出声音的那种感觉，所以我就买了一个大提琴，也没有什么指引，也没有老师，然后我就是随便在网上买了一台，也不是很贵，可能1000左右，就很入门级的琴。然后到的那一天，我就非常的开心，摸着它的那种就是葡萄木色的那种外壳，我就感觉到我的心好像踏实了一点。然后后面的几个月，从7月份到来年的4月份，我每天还是什么都不做，我不和任何人说话，我不做任何有用的事情，我就是睡觉，然后吃饭，然后拉大提琴，我就只干这3件事儿。然后心情不好不想拉了的时候我就不拉了，心情好的时候我可以一连拉4、5个小时。我也不知道我在干什么，但是现在回头看来，其实我做了一件很正确的事情，或者是说我当时其实非常需要那个东西，因为他在做一件事儿，就是他在用身体的方式就是来恢复我内在的某种节律和韵律和有控制的感觉。我做到的那种，东西不是通过我的大脑，或者是说某种外在的强有力的媒介给我带来的安全感，我的那种愉悦的感觉和那种一致的和谐的感觉，是我和琴磨合之后，我们能够一起发出某种在我想象中一致的声音，而给我带来的某种内心的一种调节。就它其实起到了一种容器的作用，就是这种我和大提琴的关系，它其实治愈了我的，莫名其妙就治愈了我的内心的很多抑郁也好，矛盾也好，冲突也好，害怕也好，紧张也好。那段时间我就经常有那种拉完大提琴之后，我感觉很圆满，就这个世界很圆满，我也很圆满，琴是好的，我也是好的那种感觉。然后我还有一种感动，就是拉完琴之后也没有别人在听，只有我自己和音乐。但是我为我能够和琴一起创造出这些和谐的声音，准确的和谐的声音，并且它在韵律上是吻合的，然后我的呼吸也伴随着琴的那个韵律而产生某种波律的时候，我觉得这就是美的，这就是和谐的，这就是一段好的关系。然后就是它完完全全的不仅给我带来了美的享受，而且它治愈了我本身。那段经历是我很难向外界去说明的，因为后面我跟大家说，我最近在拉大提琴，我好开心啊！就是我的那个开心其实有8、9分，但是他们感受不到，他们会认为是你学了一个乐器，你为自己掌握了某种技能，沾沾自喜。但其实不是，就是我没有办法把我的那种体验给说出来。他们会说那很好，但是你的工作找的怎么样了？或者你的自我状态调整的怎么样了？你可以再去工作，你可以再去社交吗？就面对这些问题，我没有什么好回答的。但我想跟他说，我拉大提琴拉得很好，这是当时在那大半年里边对我来说最重要的事儿，真的是没日没夜的，起床就拉，拉完累了就睡觉。它那个时候成为了我生活里唯一的东西。
但是这段关系又非常重要，而且我非常了解这段关系非常重要。它不是一种牺牲，它完全是一种我自愿的和他待在一起的感觉，挺奇妙的。以前我生活里边其实没怎么出现过像这样的东西。我可以很长时间和他待在一起，而且不是一种被奴役的感觉，我也没有压力，他也没有给我什么过高的期待，他也没有让我不舒服，就非常非常顺畅。讲到这一段，其实有点让我想到了我们之前在那个《我是个年轻人》那本书里面，他其实跟我经历了很相似的事情，或者说在我读到他的时候，我大概有点理解了他在经历什么，但是后来我自己也同样经历了很相似的阶段。就他那个时候会说他在扔球嘛，就是他只需要一颗，他说他什么都不需要，他只需要一颗球，然后他在跟那个球的那种韵律和那种节奏和那种他把球扔到墙壁，然后球会反弹回来给他的那种东西里面找到了一种稳定和踏实感。包括他说他有一个打地鼠的玩具，然后打地鼠很简单嘛，就是地鼠冒出来，你打它就好了。他说他在打地鼠的玩具里面也能够找到一种稳定的、一种和谐的、一种安全的感觉。其实是靠谱的，其实不是搞笑来的。他没有，就是说他说的是一个很认真的东西。我相信作者本身他应该也体验过这种经历，就是和我的经历是很相似的经历，所以他才能够笃定不移的把它写出来。就是一个球，就是一个打地鼠的玩具，不是一个更高级的东西，不是说我评职称评了5年，或者是说我为了考博士考了5年，或者说我为了不知道钻研一个很高级的研究项目，都不是，就是一颗球，就这么简单。因为你要找回的是一种韵律，一种你内在的感觉。然后可能也是因为也还蛮妙的哈，我最近在调动我自己的身体的时候，就来到了奥运的这个时间。我完全自己是没有感觉到我跟外界其实有某种同步的，但是也还蛮妙的。我在电视上看到那些运动员，他们去完全发挥自己身体的美和完全发挥他们自己身体的那种平衡、那种和谐的时候，我就是感觉到今年我在看那些比赛和我往年的感觉非常不一样了。我看到的是和谐，是美，是每个人都能够去享受的一个东西。我之前会认为，就是我们在上学的时候经常会被灌输说运动是那些孩子去做的，是你完成学习之后你才能去做的东西。或者说运动是给那些成绩没那么好、脑子没那么好的人准备的东西。如果你看到他在球场上很厉害，那么他在读书肯定就不行。如果说你看到一个人他的志向是进体校，是打篮球的话，那证明说他一定在文化和学习的方面是受到挫败的。这样一种观念的灌输就会让我们觉得我们和运动是两个东西。就是我之前在电视上看到那些奥运赛事的时候，我都会觉得那不是我要做的事情，或者那跟我没有关系。但现在我会觉得其实他们在做的事情和每个人都是相关的。然后我还有一个感觉，就可能是大家会觉得玩运动和工作或者说认真的活着是3件事情，但有没有可能这3件事情其实是同一件事情呢？就是你在运动的时候其实你也是在玩，或者说你也可以把运动改成任何跟身体相关的事情，比如说乐器，比如说唱歌，比如说冥想。这3个东西其实是同一件事情，因为你只有玩了，你只有在人生里面彻底的玩了，你用你的身体去玩了，你不仅是用你的头脑在玩，你用你的身体沉浸式的去玩了。然后无论你在哪里玩啊，球场上、健身房，或者是你一个人的房间，你大汗淋漓的跳绳、做操，其实都是玩，都是在用你的身体在淋漓尽致的去和这个世界发生接触，然后认真的生活。就是你如果不玩，你如果不运动，或者不把你的身体活动起来，你很难去达到一种真正的你完全沉浸在生活中，或者你在好好生活的感觉。如果你只运动，但你没有玩的感觉，其实你也没有在尽力的生活，你只是在假装这个运动很认真，运动对你很重要，或者说生活对你很重要，你没有进入生活，你在评判生活。如果你玩的话，那么你又在运动，又在好好的生活。所以人就是应该玩起来，而且要玩的透彻，玩的彻底，你要投入你的全身心去玩。
这就是我这段时间的一些感受吧。我觉得这些感受还蛮珍贵的，所以我想分享给大家。对于我自己来说，我现在的日程就非常的简单，就是我的脑力劳动和这个嘴巴的输出少了很多，我的思考少了很多，我的文字也少了很多。我之前我的天呐，我的备忘录几百条几百条的备忘录，而且每一条都非常非常非常的长，就好像那些文字他们可能有的重要，有的不重要，但是好像他们那些文字就组成了我的身体一样。如果说文字组成了我的身体，那我真正的身体其实就不存在了嘛，或者说被搁置了。我很多时候就觉得现在的现代人他都是一个头很大，然后四肢很孱弱的状态，就大家都是这么病态的去佝偻在一个写字间，然后去生活，然后他非常的不快乐，他非常的不开心，他不知道为什么。但是原始人就挺开心的，虽然原始人食不果腹，比如说非洲那个草原上现在还是很原始的那些原住民，他们其实就是很快乐的，因为他们在充分的活，他们在用自己的身体去追赶猎物，他们在完全的和这个世界产生连接，他们就是幸福的。那今天的这期香蕉电台就到这里啦，如果你喜欢这期视频的话，欢迎你点赞、评论、转发、关注，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啦。